其实我们很多观众对我们殊不知的亲密戏 NC 戏还是有一些锐评的，它为什么这么短呀？就有没有想过粉丝不够看这件事情呢？他们俩是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吗？然后为什么要假装不认识？很多观众对于这个剧名啊，第一反应就会问：殊不知沈之嘛？这个剧名啊是一个梗吗？两位好 ，Hello，又见了。最近有看什么剧吗？有看什么？有看我们？我要尬聊一会儿。最近有什么3个字的剧、3个字名字的剧推荐吗？那我们就可要说这么尬吗？殊不知。还好，我现在已经不紧张了，我已经淡定了。你们俩紧张吗？没有紧张。对，也还好。Hello，大家好。有没有小动物？为什么会这么问？先给大家讲一下今天我是来干什么的，就是谨以防我们的观众有没有看到我当时跟的那条动态。今天呢，我来是帮一个剧组做宣传，非常非常非常荣幸，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还有这一天呢。然后是我们的短剧殊不知剧组，然后做一个访谈，然后邀请我做主持人，这样子。就是我虽然已经现在主页上不怎么跟腐剧的视频了，但是其实我还是有一直在看，就是每年更新的好剧我都有在看的。对，那就要问一下了，那个主播觉得我们的剧怎么样？你是这个，你是这个，咱们可以说真心话。今天咱们就是主打一个接收大家的意见，然后因为我们在筹拍新的剧嘛，然后也希望能够谢谢星星，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多多提意见，然后我们在下一步能够改进，变得更好。对，就是今天如果大家在座有看过的没看过的，就是说都可以来加入我们今天这个讨论。有看过剧的可以说说大家的对这个剧的看法啊，然后建议意见都可以，对吧？然后呢，我们剧组是超级真诚的剧组，大家都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那种类型。那如果有没有看过的呢，也可以吃我们一波安利这样子。对的，对的。然后大家如果在就是看过的，或者是没有看过的，或者有兴趣的，大家都可以在弹幕上今天就是留言。看过的话，批评、赞美我们都接受，然后也是能够希望下一步做得更好。然后没看过的呢，希望今天我丫丫，然后还有我们之间的这个沟通，能让大家对殊不知有兴趣。那我们差不多准备开始了，好吧？好。好，Hello， 大家好，我是丫丫。然后今天呢是我们的短剧殊不知的一个主创访谈会啊。然后呢，今天我是主持人，非常高兴的邀请到2位非常年轻、可爱、有能力、有才华的主创，我们的导演七月 Hello，我是以及七月。以及我们的制片秀秀。嗨，大家好，我是秀秀。2位非常有才华的女孩子，然后呢，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流程。我们今天的流程其实也非常简单，首先呢，就是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这部剧，然后呢，有一个最重要的，我们就是主创访谈环节，由我来提一些问题。我们私下里也收集了一些关于这个剧，就是观众对这个剧的一些好奇的问题，然后来问一下2位主创。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还有一位神秘嘉宾要来到我们的那个现场，这样子。大家可以猜一下是谁啊？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谁了。好，然后呢，也会给神秘嘉宾问一些问题，然后非常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在弹幕区踊跃的和我们互动，然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提。然后最后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抽奖环节，主创这边准备了一些小礼物，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很有意义的小礼物送给大家，然后大家也可以踊跃的参与我们的抽奖啊，非常简单、非常愉快的一个流程。
好，那我们就从第一个 part 开始，也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我们的殊不知主创问答访谈。好，由我们2位有才华的主创来回答啊，我负责提问这样子。然后，如果大家对问题或者对主创有任何的疑问，就是对回答有任何疑问或者对问题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在弹幕和公屏当中说出来啊。好，那我们就开始了。首先，我们这个剧的名字非常特别，就属于那种听一遍就能够记住的，叫殊不知嘛，对不对？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名字。然后呢，我经常能看到一个评论，就是说殊不知省之嘛，不好意思，南方人那个儿化音念的不是特别的好。那很多观众对于这个剧名啊，第一反应就会问殊不知省之嘛，想问问我们的主创人员，就是说这个剧名啊是一个梗吗？它是如何定到这个名字的呢？好，那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剧名是我取的啊。那先澄清一点，就是我本人真的不知道这个梗，我是开播以后才被大家科普的。然后说一下我们的取名过程。其实，在定这个剧名之前，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求助外援，一共是想了大概有10多个剧名，就不管是抽象的、文艺的还是通俗的，但是都会觉得好像都差一点意思，然后就一直在讨论，然后就确定了有2个条件，就是一个是剧名一定要通俗易懂好记。这个可以小小的说一下我们的上一部剧，它的全称叫《禁止驯服少爷和保镖的颠倒人生》，就绝对要避开这种情况再发生，就一定要简短好记。然后第2个是想要能体现我们的剧情特色，就是一看你这个剧就知道你讲什么的。然后定了这2个方向以后，就一直在想新的剧名。然后这里就用了一个比较取巧的方式，就是谐音梗，因为有很多影视剧也会用这种方式来取名嘛。那天早上我就是一直在念书直，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殊不知，然后这里的殊是特殊的殊，然后也给大家一听，哎，觉得好像殊不知这个剧名就很有特色又好记，于是就定了下来。然后就被科普了，还有殊不知省之这个梗，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小外号。我看了一些花絮，就是好像主创这边还有粉丝这边，就是称他们俩一个为书，一个为省，我觉得好可爱啊！是的，是的，这也算是我们那个剧名成功的一点，就是让大家有讨论的兴趣。是的，是的。好，那就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名字，又能够一下子记住，然后呢跟我们的剧情有很大关系。哎，说到这里，就是2位主创要不要稍微给我们就是没有看过的宝宝介绍一下这部剧讲什么？也可以。然后呢，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吧。我们这部剧的人物关系其实是公，算是受的小叔叔，然后呢，受是公的侄子。他们2个呢，人物关系还蛮复杂的。然后他们先是在不知道对方身份的情况下，因为叔叔很早就出国了，然后那个受的话，这个侄子算是一次意外吧，旅游或者什么的，反正就是去到那个国家，他们2个在不知道对方身份的情况下在一起谈过，然后又因为误会分手了。2个人都认为对方是渣男，就是觉得他对不起自己。然后呢，因为就是属于那种长久不联系，就突然断联了。然后回国之后呢，他们久别重逢，也就是我们的第1集。然后重逢之后，解开当年的误会，发现哎，就是还是彼此深爱的。最后会发现，哎，这是自己的叔叔，还有一个身份和这个就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有一个身份上的桎梏，然后还有母亲的阻隔，然后给他们的感情带来了一些阻碍，最后2个人突破阻碍在一起，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算是破镜重圆，但是没有笼里的问题，对不对？对，就是伪叔侄，这个小叔叔算是那个他这个受的父亲养大的一个孩子，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关系。OK， 好，既然这个剧情这么有意思的话，就想问一下啊，就是请问做这个剧的初心是什么？为什么会想做这样的剧，这样的一部剧，这样的一个剧情呢？好，这个问题还是我来解答一下。首先就是我们一直是做网文小说业务的，我们一直是做小说的，做耽美小说。然后就是我觉得也不算自夸吧，就是我觉得中国的网文文化一直是很优秀的。那我想要这一份文化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我们也一直在尝试，但是发现小说这个形式
它会有很多问题。最首先的就是翻译，因为海外的一些用户看不懂，那传播起来就会很困难，所以我们选择了将文字视频化，因为我们发现视频这种形式，但是没有一些界限的，大家都可以看得懂。然后这就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就是短剧这个形式现在确实很火。这种周期很短又很灵活的形式，就很适合我们这种比较穷的剧组。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做下去；如果大家不喜欢这个题材，我们可以很快的换下一个项目，就试错成本也会比较小。第三个就是在拍《殊不知》之前，我们也拍了一些小短片，就也能在我们的频道里看到，像《狗青敌》，还有刚刚提到过的《少爷和保镖》，就是它可能都不能被算成一个短剧，但是一直有收到海内外大家的正向的反馈，所以我们觉得既然大家都喜欢我们产出的内容，那就一起做下去吧，然后就有了现在的这一部《殊不知》。就是这样。感觉就是我看了，我也看了我们剧组还有主创的一些，我觉得大家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诚意的剧组。虽然我们的制作成本比较低，但是就是能够在剧里面看到大家的诚意的那种。好，那我再想问一下，刚刚我们有稍微听一下这个剧的剧情，对不对？就想问一下，它是有原小说的吗？是原创的呢，还是有还是有小说改编的呀？然后再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您先说，你先说。没事，你先说。就是后面还有个小尾巴，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年下真的非常非常火，然后喜欢年下的人也非常多。我听了这个名字之后，然后包括看了剧情之后，发现这个剧不是年下，它是年上哦。想问一下主创，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巧思呢？是这样的，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这部短剧其实是有原著的，它原著叫《乱撩后小叔叔对我穷追不舍》。然后这部小说其实就是在我们的 app 上面也能看到，就是某淘，因为我在这里不能详细的说，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原著。我们是基于这个原著，就是从这里面获取的灵感，然后去进行的一些改编，就是希望它能节奏啊、画面呀，然后故事啊，包括符合我们的经费预算一点，然后把它的内容改编了一下，但是灵感来源于这里。然后第二个就是年上还是年下，其实我们是有两个主 C，就是两对那个感情线的，一个是我们的主 CP，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叔叔和侄子，他们呢其实是叔叔是公，然后受是那个我们的小侄子。然后还有我们的副 CP，大家可能现在就因为两个人出现的时间比较短，大家可能还没有关注到，但其实他们俩我们这边没有声音了，卡了。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我刚才听不到你的声音，OK 了，你也听不到我的是吗？我也一下子没听到你的声音了。对，现在好像好了。大家好像也都没有声音了。好了，现在好了。需要我重新说一遍吗？大家从哪里开始没有声音了？刚刚听到主 CP 是年上。OK，就是我们有两对感情线，主 CP 是年上的公，年下的受，然后副 CP 的话，他们也很甜，是小狗公和姐姐受，就是女王受，是我们就是结狗恋，就是还蛮甜的，他们两个是没有任何虐的，就是纯甜。然后我们是希望，因为有人克年上，也有人克年下嘛，我们就是把这两个放在了一部戏里面，然后分成了两个感情线，这也算是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用心的一个点吧。就是可能是我们想加在里面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导致剧情然后没有给大家体现好。这一点的话，也希望大家多多包容，我们后续会努力的。其实我跟大家讲，我觉得这个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两对蛮有特点的。就能说它是涵盖了蛮多人的口味的。对。好，那然后我想问一下，请问这个剧，我们是什么时候更新？大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能够在哪里能够看到呢？好，我们是首周更新了3集，然后后续是每周更2集。平台的话，一会儿我们的小伙伴会打在弹幕里，我怕这边被有点卡卡的。有人说暗恋小侄子的他怎么办？他只能伤心。我刚刚有一瞬间又没听见声音了。哦，我刚才在读弹幕。我刚才在读弹幕，他说有一个暗恋小侄子的，他咋办？然后其他人说只能伤心。对，就所以我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虽然说我们就是这个剧是一个小导演有2对 CP， 然后年上年下都有，然后竟然还有那个应该叫什么男2、男3、男4，就这样子。对，男3、男3，对，竟然还有男3、痴情男3这样的角色。还有一个小巧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选择的这些出镜的男生就是每一款都不一样。是，对，我们是，哪怕是配角，我们都有面试，然后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都是身高在180以上。对。那我们正好说到这里了，我丫丫能不能插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因为我有看你们的选角的，听说你们选角的时候也是有直播的，对不对？然后呢，我有看你们选很多的演员，来应聘这几个角色，然后我也看到你们有选择好几个，就是说，哎，这个看着还不错，然后而且因为我觉得主创对人物理解也非常透彻，所以看到某一个角色就会立刻说，我感觉他适合演谁，比如他，我觉得他是林夏，我觉得他可以演石冉，这样就经常会有这样。但最后呢，为什么会选择我们现在的这4位呢？虽然我觉得现在这4位非常贴合，但是当时其实看那些演员的照片啊、视频，也有很多是不错的。我想知道是什么让2位主创最终定下了我们4位优秀的演员呢？是这样的，第一个肯定就是因为我们开播的时间定的会比较晚一点，因为前期筹备就是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有些演员他的档期可能就已经满了，或者说我们拍摄的时候他已经有其他的工作了，然后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时间上可能没有办法协调。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费用问题，没钱，可以理解。就是大家也看得出来，我们超级穷，所以就是在演员这方面的话，我们的预算不算很充足，我们只能兼顾就是说价格就合适，然后长得又帅的。然后呢，虽然演技有一点点小不足啦，但是确实是我们先看脸了，这是第二个，就是价格问题啊。还有第三个，就是因为那个我们试戏的时候是没有额外的预算的，但是我们又要求线下试戏，所以的话就是有很多演员是没有办法就是自费过来的，因为有很多演员都是其他城市的，所以这一项的话也会就是让一些演员就是却步。我看到团子说演员不来直播间卖一下吗？今天是有神秘嘉宾的，但是至于这个，待会儿看啊，待会儿我们大家只要在这个直播间的蹲，就有可能会有一些惊喜。好，然后刚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哪里能够看呢？这个问题刚刚小伙伴是打在屏幕上了，因为我怕涉及到站外引流。对，然后大家关注一下那个评论、弹幕啥的，我们有后场人员打上。好，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讲到我们腐剧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我们的 NC 系，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国内的观众呢，也算是吃过细糠，就那个粗的细的都吃过了，对吧？其实大家现在审美也是，然后包括品味也是，也都见识过一些。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对我们殊不知的亲密系 NC 系还是有一些锐评的。
有讲过说，哎，有觉得演员的演技不是特别的好，然后亲密戏有点假，然后呢有点尬之类的这样一些锐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借位，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们主创很真诚的，就是我们直面这些问题，来跟大家讲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不好？来跟大家说一下主创团队怎么看我们的这个 NC 戏呢？是这样的，首先就是大家的这个评论，就是我作为一个腐女，因为我们整个主创团队都是女生，然后也关注国内外的各个腐剧，就是对大家的这些问题，我们就感同身受。因为如果我作为一个观众的话，我也会觉得，有点不够真诚这个剧组。但就是所以大家的意见我们都接受，然后我们也会在下一部戏改正。然后，因为我们也正在筹备下一部戏，我们是希望可以在这方面跟演员，然后跟我们的老板，就是资金方这方面达成一致，就是希望在下一步就是不会再借位，这个是我的一个美好愿景。然后我希望通过我的沟通可以达成，然后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下一部戏。然后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比较尴尬吧。就是虽然主播已经很委婉的表达了，但我确实是知道这个问题。然后一个呢，就是确实是，这个东西吧，也一是跟钱挂钩，因为你给的钱到位吧，它就能真亲。然后，因为你想啊，你要是给个3、5千的，大家也不愿意，就是真的做太大的牺牲嘛。然后呢，一个是我们钱确实是有些紧张，然后没有到位，这个也是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的投资不够。然后呢，第二点就是那个。我们在借位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也没有跟老板达成很好的一致，因为老板首先就是特别注重内容，因为他是内容起家的，然后呢，所以他会非常想要说有一个很纯粹的内容，再加上国内的环境，它可能不太偏向大尺度一点，所以我们就是选择。但是作为腐女的话，我是觉得大家应该是想看到更亲密的东西，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借位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调整，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就是我们一点点来，对吧？曲线救国，刚稍小卡了一下，但不影响。对的，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做一个东西之后，先有了一些成绩，你也好拿这个成绩就是跟资方呀，或者是跟上面做一个反馈，大家会觉得哎是可行的，然后呢我们才能去做更深的这样的一个探索，然后这也算是我们整个团队折中的一个办法。可以理解，完全的。小短剧，片尾一集，粉丝集5分钟，短到怀疑人生。对于这一点，想问问，就是我们的主创，他为什么这么短呀？就有没有想过粉丝不够看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是刨去片头尾，整个内容是65分钟，这是我们剪辑出来的。然后因为中间有一些，其实我刚才向大家表述的那个故事，其实还蛮复杂的，就是我们这个体量是比较难表现的，所以有些现在剪进来的，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些懵，就是有的时候很不流畅。这个期间，我们其实还是卡掉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为了，因为其他的东西放进来的话，信息会更多，怕大家更加难以理解，所以我们减少了一些，所以也算是有点损失。要不然的话，我们一开始预计是80分钟，就是能够拉到就是6分钟以上这样一集，但是最后考虑到可能大家看得更加迷茫，所以就卡掉了一些。然后这是第一个可能会造成我们自己的失误，然后造成了一些时间比较短。第二个确实是因为我们公司的理念是小步快跑，能听见吗？稍等一下， ，OK，能听见是吧？然后呢，我们嗯，的公司理念是小步快跑，是希望就是这样的话试错成本比较低一点，就是先投一部分钱，然后拍一个这样小的东西给大家看，然后接受大家的评判我们再去做更多的东西。然后也希望就是能够有一些成绩之后，比如说能联系到
投资方呀，或者是老板觉得能多投一点呀，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做更长的了嘛。因为确实影视剧这个行业就是你一开机就是黄金万两，就是确实是比较费钱，多一天就是多一天的昂贵费用。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资本资金的问题，也是压缩了一些，所以就是最后搞成了这样一个65分钟的一个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样的话我们还会有下一步，我们下一步会更好。下一步会更好。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呢是跟我们剧情有关的，我感觉大家对剧情都比较感兴趣啊。他说，就是还是很多人对他们俩之间这个就是两位主角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疑问，肯定也是跟我们就是主创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有东西剪掉有关。他说小叔叔因为公是受的小叔叔嘛，那小叔叔就是爸爸的弟弟还是堂弟？这个其实我们刚刚主创已经回答过了，说这个小叔叔其实啊和这个受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对吧？但是为什么受已经长到这么大过自己的这个小叔叔呢？照理来说应该还是比较亲密的一个关系吧。所以他们俩谈的时候也不知道对方的身份，那这个剧当中就会存在一些非常剧情。那想问一下剧情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好，现在我刚刚稍微有一点还是有点小卡，现在应该正常了。那我来回答一下，就是他俩第一次谈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关系，那这也是短剧的一个弊端吧，因为要承载的信息量太多了，然后拍短剧就会舍去一些设定，就是在原著的设定里，陆家跟齐毅他们家是有一些豪门恩怨在的，但我们选择删掉了这一条线。然后齐毅他是从小就被送出了国，所以陆闪就是没有见过这个别人口中他这个小叔叔，然后齐毅也没有见过他的小侄子，尤其是成年以后的陆诗然，就更没有见过，所以他俩第一次在国外相遇的时候，是真的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然后，如果大家对省略的这一部分剧情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原著补充信息。对对对，也只能这样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因为现在掉马已经就是播出的剧集里面，他们俩已经掉马了。我觉得掉马那一场戏可以算得上是全剧高潮，非常的有意思。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小叔叔他们俩是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吗？然后为什么要假装不认识？就开头第一集的时候，还是石冉就是受拉住那个弓，然后两个人才相认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剧情呢？这个是因为两个人一开始不是在国外谈过恋爱吗？然后其实我们在后面有交代，就是陆诗冉给齐毅打电话了，发短信什么的，然后对方都是未接听的状态，他就以为自己回国之后，对方直接跟自己断联了，然后就属于那种自己就跟他默认分手了。然后后来又解释了一个齐毅，就是给陆诗冉发短信，然后陆诗冉拉黑他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他整个人就比较颓废，然后包括有一个话外音是医生的声音，就代表着其实他当时是出了一些意外，所以没有联系上陆诗冉。然后但是陆诗冉的视角里面就觉得，哎，他跟我断联了，我们分手了，然后所以他就很怨这个人。然后齐毅的角度也会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要拉黑我？回去之后就不要我了。然后也是这样的一个觉得对方是渣男，玩弄了自己，就回国之后就把我甩了。然后呢，两个人就是彼此就有点误会在身上，所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属于那种都在怨对对方，但是也认出对方了。然后齐毅有点赌气要走，然后陆诗冉呢，我们一开始设计的，其实这里是有一点小巧思的，然后可能大家没有看出来，我们设计的这个陆诗冉是比较傲娇的。就是性格比较拗，然后呢嘴比较硬，小少爷，但是对，然后但是他是两个人关系重逢之后那个主动方，他先拉住了这个人，就属于那种更爱的那一方，先开口，对，然后呢就陆诗冉这种傲娇的性格就被反了一下，然后他抓住了齐毅，就是有了后面故事，然后能让他们破镜重圆。是的，我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是瘦妈妈，然后我对于这种上去拉主公的剧情，我就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冉冉就石冉这个角色的确是还蛮戳中瘦妈的，因为他
又傲娇，但是他又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蛮有脾气的人。就是我觉得他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脾气的一个人，他不是那种你来哄我哦，你现在跟我解释，我就立刻要原谅你，而他有自己的一个到底要不要交出自己真心的一个度在那里，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角色的。瘦妈总是会被一些受攻击，我也是瘦妈，戳中心吧，瘦妈握手。好，那我们这边收集的问题呢就到这里了。想问，就是看看评论区有没有其他的小伙伴有其他想问的问题，就根据我们刚才主创的这些回答，有没有想问的其他问题，我们可以再来互动一会儿。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吗？对，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主创吗？如果说忽略身高的话，会不会觉得自己其实也挺适合侄儿那个角色？如果算性格的话，我可能会更适合，因为身高的原因，可能不适合吧。让我自己穿线去缝的算吗？